台湾2025年10大美食推荐，第10名竟藏身高雄巷弄，第1名每日狂销上万份，连米其林密探都低调回访。台湾这座美食岛屿，总能用舌尖惊喜写下传奇。根据最新全球街头美食洞察报告，台湾夜市经济年产值已突破1200亿新台币，每平方公里密度更位居亚洲之冠。从炊烟缭绕的传统灶台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缕香气都在诉说关于坚持与创新的故事。更令人震撼的是，2024年台湾餐饮业迎来质感革命，老字型大小开始与在地小农契作，2代接班者用数据分析古早味配方，甚至连国际美食平台都为台湾开设隐藏版小吃专区。究竟哪些味道能穿越时空，在味蕾战场上立下不朽里程碑？今天就跟着惊奇风向标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25年最值得期待的10间神级美味。这些店家不仅征服排队人潮，更把人生故事熬进每一勺汤汁，每一寸酥皮。准备好展开这场跨越味觉维度的冒险了吗？第10名，玛莎鸭庄凤山店。提起高雄烤鸭，凤山这家玛莎鸭庄绝对是内行人才懂的秘密基地。它不仅名字带点江湖气，吃过更让人回味无穷。一刀切下酥脆鸭皮，油脂与酱香瞬间迸发，用饼皮卷上葱段、黄瓜，再蘸点独门甜面酱，这滋味足以让懒得排队的人也甘心站上半小时。但玛莎鸭庄的故事可不只藏在烤炉里，老板曾是职业军人，为创业毅然放弃终身俸，初次开店却因经验不足赔光积蓄。旁人都说早就说不行吧，他偏不信邪，蛰伏几年当上班族积累资本，把失败熬成养分，终于让从头到尾最挺他的太太亲眼见证烤鸭从梦想到招牌的奇迹。如今这份坚持已化作实实在在的人气。每到傍晚，五甲一路上的排队人潮成了在地风景。老客人总说这儿的烤鸭有股倔劲，像极了老板的脾气。更有人专程从屏东开车来买，只为那口连锁店复制不来的职人魂。有趣的是，这股香气还飘进了家庭餐桌。从职业军人到烤鸭司令，玛莎鸭庄证明了人生的转弯处往往藏着更酥脆的风景。现在这间低调的店面，每日飘出的已不只是烟熏香，更是把否定熬成赞美的生存哲学。第9名，冈山就是羊肉。冈山人吃羊肉炉长大，这句话就算有点夸张，也足以形容冈山羊肉在地人心中的分量。这锅沸腾了60年的羊肉炉，不仅是冬日暖身的必备，更是承载3代人记忆的台湾滋味。无论是搭配浓郁的药膳汤底，还是清炖的当归风味，都能让人一入口就感受到羊肉的鲜甜与温润。许多老顾客可能不知道，这家老店的故事要从1960年代说起。当时创始人在冈山旧市街摆摊，为了让羊肉炉更符合本地口味，他坚持选用当日现宰的温体羊肉，加入10余种中药材，细火慢熬。没想到这样的做法既保留了羊肉的嫩滑，又去除了腥膻，渐渐成为街坊邻里口耳相传的隐藏美味。到了2020年代，随着米其林指南首次纳入高雄评鉴，这家隐身巷弄的老店凭借其传承3代的独门手艺，连续2届获得必比登推荐。如今接手的兄妹档更将现代化经营理念融入传统灶台，让老味道在新时代中继续飘香。这锅羊肉炉的精髓在于对细节的坚持。一块好的带皮羊肉必须选用本地阉割过的土羊，这种羊肉质紧实却不韧，脂肪分布均匀。中药材的配比更是关键，当归太多会苦，枸杞过量则太甜。从汆烫去杂质到控火慢炖，每个步骤都考验着掌锅人的经验。随着品牌知名度提升，吃法也愈发多元。冬日里点一锅药膳羊肉炉，配上豆皮、高丽菜与冻豆腐，再沾点特制豆腐乳酱，暖心又开胃。夏季时节，清炖汤底加入姜丝与9层塔，反而更能凸显羊肉的清甜。近年更开发出羊肉造饭与羊油面线，让传统羊肉料理有了新风貌。2022年，第3代传人将原本的街边摊改建为现代化店面，却仍保留祖传的陶瓮炖煮技法。而2023年与本地小农合作的契作牧场，更确保了羊肉来源的质量稳定。如今，这锅羊肉炉早已超越地方小吃的范畴，成了代表高雄的美食地标。在北部的夜市里，常能看见冈山正宗的招牌。
许多外地游客透过这碗热汤，第一次认识到冈山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。无论身在台湾哪个角落，这口温润的汤汁总能让人想起旧世界里那盏温暖的灯火与3代人坚守的古早情怀。第8名，三轮的店。若是说高雄午后的街头有什么气味能牵动记忆，那必定是糯米肠与香肠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焦香。这股香气从凤山一条静谧的巷弄里飘散开来，不张扬，却固执地钻进每个过路人的呼吸里，像是台湾人共同的家常记忆，朴实却让人莫名安心。走进八德路296巷，你会发现这香气的源头，一间名为三轮的店的小摊。这里卖的不只是食物，更是一个母亲用半生忍耐换来的温柔。老板娘曾经为了孩子，在暴力的阴影下沉默多年。如今她站在摊位前，将每一节糯米肠扎实地捆起，将每一根香肠细心翻烤，仿佛将过往的苦涩都煎成了金黄的坚毅。有人说，台湾的下午茶可以是珍珠奶茶，也可以是红豆饼，但对高雄人而言，糯米肠加香肠才是真正接地气的选择。这不只是点心，而是一种情怀，一种从困顿中长出的甜美。就像老板娘的人生，原本被压得透不过气，却在孩子的陪伴与工作的投入中，渐渐释放出属于自己的香气。如今，她和孩子一起经营这间小店，将古早味延续下去。这里的糯米肠软糯而不粘牙，香肠肥瘦得宜，带着炭火的焦香，一口咬下是咸甜交织的满足，也是台湾人熟悉而亲切的滋味。没有华丽的装潢，没有夸张的招牌，但那份真诚与坚持，却让许多客人一试成主顾。这样的滋味，不仅喂饱了胃，也疗愈了心。就像老板娘总说，为了孩子，什么苦都值得。现在的她不再需要忍耐，而是在这小小的摊位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。而那份从铁板上飘起的香气，也成了这条巷子里最动人的风景。第7名，新百灵排骨大王。在高雄这座城市的味觉记忆里，新百灵排骨大王是一道沉稳而温暖的风景。那块金黄酥脆的炸排骨，咬下的瞬间，厚实的肉香与腌料的甘醇瞬间漫开，仿佛能尝到半世纪以来不曾改变的坚持。他的故事始于一场命运的转折。当年老板经营的船公司遭遇海盗劫船，损失上千万，一家生计陷入困境。最艰难时，餐桌上仅有一盘四季豆。为了让家人温饱，老板娘毅然开启小吃店，凭着一份没有退路的决心，以及家传的独特腌肉手法，将妈妈喂的排骨饭一步步做成高雄人共同的记忆。50年来，这份排骨便当从街边小摊扎根至荣安街的店面，成为许多高雄人从小吃到大的国民美食。无论是赶着上班的早晨，或是结束忙碌的午后，推开店门，那熟悉的炸物香气总能瞬间唤醒味蕾的归属感。今年餐饮潮流蝶变，不少店家追求花俏与创新，新百灵却始终坚守原本的配方与做法。那份排骨不靠华丽酱汁装点，而是以恰到好处的腌制时间与火候控制，呈现出肉质本身的鲜甜与酥脆外衣的平衡。即便时代更迭，它始终以最质朴的样貌，牢牢占据食客心中的一角。许多离乡的高雄游子回到这座城市的第一站，往往是直奔店里点上一份排骨便当。也有家庭3代同堂前来，父母对着孩子细数当年，说这一口味道，自己小时候也曾这样吃过。对于许多人而言，新百灵不仅是一家店，更是一种陪伴。无论你是初次推门而入，或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老客人，它总以不变的温度与滋味，给你一份如回家般的踏实问候。第6名，邵阳烧饼。若说高雄街头是面点江湖，那邵阳烧饼便是那饮食高人。你可以在滨海路的小店前望见一片片烧饼层层叠叠，金黄酥脆的外皮透着油光，犹如向过路行人递出温暖的邀约。邵阳烧饼的惊艳程度，直接从口味数量就能震撼你。18种酥脆烧饼静候挑选，从传统梅干扣肉到创新咖喱起司，每种口味都承载着老板娘的生命故事。这位从湖南远嫁而来的女子，将童年记忆里外婆处理剩食的智慧，化作烧饼里包罗万象的滋味。这家小店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乡愁化作实体。老板娘说，小时候生活困苦，外婆总是把家中剩食包进饼皮，让她尝尽了酸甜苦辣。
嫁来台湾后，他将这份技艺转化成18种创意口味，客人尝到的是新奇口感，他尝到的是故乡温度。如今，邵阳烧饼已成为在地人的秘密宝藏。位于高雄市茄萣区滨海路一段558号的小店，总飘散着诱人香气。这里的烧饼不仅是果腹之物，更承载着跨海而来的文化融合。老板娘用湖南手艺结合台湾食材，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烧饼宇宙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份传统手艺始终与时俱进。从经典的葱肉烧饼到创新的溏心蛋烧饼，每一款都是对传统的重新诠释。客人在这里咬下的不只是酥脆饼皮，更是跨越海峡的文化记忆。这份由生活淬炼出的滋味，正以最朴实的样貌温暖着每个过客的胃与心。第5名，菜式冰酿鸭。说起冰酿鸭，有人形容它是眷村味觉的时光胶囊，也有人称它为乳香透骨的温柔馈赠。但不管怎么定义，这道琥珀油亮、肉嫩骨香的家传菜，总能让人异常难忘。冰酿鸭的缘起要追溯到1949年的老兵餐桌，当时来自山东的蔡爷爷用祖传卤方，将鸭肉与10余种汉方药材慢火精炖。这道承载乡愁的私房菜，随着第2代迁徙至高雄鼓山，在此落地生根。现任店主更独创冰镇锁香功法，不仅让肉质更紧实，还使卤汁完全沁入鲜味。再加上特选的3.5斤樱桃鸭，每片都蕴含着3代人的手温。别看巷口招牌不甚起眼，这家小店承载的却是父亲的深情。2023年，店主为精进技法，耗时270天，走访全台23间老卤铺，光是试做就消耗了158只鸭胚。而2024年春季推出的冰酿鸭卷，更在首月创下单日最高120卷的销售记录。换句话说，您每购买一份冰酿鸭，正是在支持一位父亲为孩子筑梦的暖心计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冰酿鸭色泽浓郁，其钠含量却经过精准控制，每100克仅285毫克，仅是市售卤味的2/3。相比其他肉类料理，它的调味可谓恰到好处。中医师还特别指出，冰酿鸭使用的当归、枸杞等食材能温补脾肾，每片咀嚼之间，不仅抚慰舌尖，还为身体注入了温润的滋养。台湾人对家传味的执着有多深？2023年冬季，店家推出的冰酿鸭礼盒在年节档期创下预购800组的记录，相当于每3分钟就卖出1只全鸭。这足以证明传统手艺在现代社会仍具有动人力量。所以，下次经过鼓山区时，不妨走进庆丰街78号，那片在灯下泛着蜜光的冰酿鸭，说不定会让您品味到整个眷村时代的温情正在舌尖苏醒。第4名，陈记荆州锅盔。谁能想到，这片街头飘香的锅盔饼，竟源自千年战场的铁甲烽火。在冷兵器时代，士兵以头盔为锅烙饼充饥，硬实耐存的锅盔成了行军必备。而今，这道承载铁血记忆的军粮，正在高雄巷弄里飘散着诱人焦香。根据店家考证，锅盔饼的转型关键在于味觉革命。创始人游历大陆时偶遇这古早军粮，被其独特面香与脆薄口感震撼，决心将战地干粮化为街头艺术。他坚持手工炼制辣油，从四川二荆条到陕西朝天椒反复调配，更融合八角、桂皮等12种新香料，让每抹辣油都成为味觉地图上的坐标。这份坚持使每日下午3点后订单爆满，顾客宁可等候半小时也要尝这脆响。2018年起，高雄市府将锅盔饼列入夜市再造计划，每年编列100万预算推广传统小吃转型。直径20公分的圆饼在铁板上烙出龟壳纹路，面团经12小时发酵产生细密气孔，包入葱肉、梅干菜、金沙县等7种内馅，每种口味都诉说着从黄土高原到亚热带岛屿的迁徙故事。如今，这道战备粮不仅风靡南台湾，更漂洋过海，成为华人圈的乡愁载体。从纽约法拉盛到东京池袋，凡有台味餐馆处必见锅盔踪影。高雄本店更推出黄金锅盔升级版，选用日本梦丽比面粉与法国爱许奶油，单片要价380元，仍供不应求，被美食部落客誉为街头点心的爱马仕。这片厚度仅0.3公分的薄饼，承载着从金戈铁马到市井烟火的历史转折。当牙齿咬下酥脆瞬间迸发的咔吱声响，宛如听见古今对话的回声。原来最动人的创新，从来不曾忘记自己从哪里来。
第3名，云家柠檬大王。一杯看似朴素的黄橙汁液，却是高雄夏日街头、夜市摊车，甚至跨世代记忆中不可或缺的清凉印记。从外表看，它简单纯粹，但只要一口，就能感受到酸香与甘甜在舌尖轻盈共舞的惊喜，堪称手摇饮界的初心原点。许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这杯承载半世纪光阴的柠檬汁，藏着3代人坚守的执着。云家柠檬大王的创始者推着装满现榨柠檬汁的玻璃大脚桶，在高雄街头写下传奇。如今传承至第3代，仍沿用祖辈的不锈钢榨汁器，每一滴柠檬汁都饱含时光的重量。这杯柠檬汁的灵魂，始于屏东产地直送的鲜采柠檬。第3代店主坚持手工现榨，保留果肉纤维与精油香气，不像现代机械压榨般粗暴夺味。汁液注入复古玻璃桶的瞬间，庞福能听见50年前街头的叫卖声在耳畔响起。北部的柠檬饮品偏好浓郁酸甜，常佐以梅粉或蜂蜜调制，而南部的云家柠檬汁更注重原汁原味的纯粹表现。轻啜一口，先是柠檬清爽的酸劲苏醒味蕾，接着喉间泛起天然果香的甘甜余韵，既解暑又润喉。装在怀旧大脚桶里的澄澈汁液，映照出高雄艳阳下最疗愈的风景。据说老顾客总能从每杯柠檬汁里喝出记忆中的味道。这种跨越半世纪的风味传承，比任何秘方都来得珍贵。装在透明杯中的淡黄汁液，承载的不只是柠檬的清新，更是3代人对传统功法的虔诚守护。虽然这杯柠檬汁价格始终亲民，它的魅力却能跨越年龄界限。从顶着草帽的劳动者到撑阳伞的上班族，总会在陆河路的转角停下脚步，用一杯现榨柠檬汁唤醒疲惫的感官。当冰凉的汁液划过喉咙时，仿佛能听见岁月在玻璃杯里轻轻碰撞的清脆声响。其实一直以来，云家柠檬汁讲究的都是原始风味的极致呈现，用最纯粹的果实创造出让人瞬间舒心的清凉魔法。简单的一杯饮料，盛的其实是高雄人的记忆与坚持，平凡却不凡。第2名，刘家桂花烧鸡店。有人说，刘家桂花烧鸡之于左营眷村，犹如盐酥鸡之于台湾夜市。以桂花秘方腌制的烧鸡外皮金黄油亮，肉质细嫩多汁，揭开锅盖那刻，桂花清香混合着酱香扑面而来，让人闻之垂涎。40年光阴流转，这道源自山东的家传手艺已成为左营眷村的味觉记忆。当年老板的母亲为抚养4个孩子，将祖传烧鸡技法融入桂花提味，没想到这缕桂花香从此飘香不绝。如今兄弟俩仍坚守果丰街老铺，每日现烤的烧鸡甫出炉即被抢购一空，日销上千只的盛况成了巷弄里最寻常的风景。更难得的是，这股滋味早已跨越眷村围墙，不少饕客专程从台北驱车南下，就为尝这口融合大江南北风味的桂花烧鸡。有一居海外多年的老眷村人，每次返台必定整箱打包，说是要把家乡味冻在异国冰箱里慢慢回味。藏在巷弄深处的老店虽未开设分店，却凭借口耳相传积累出惊人销量。若以每只烧鸡500元计算，日销1000只意味着单日营业额突破50万，月营收可达1500万新台币。这数字让许多连锁餐饮企业都望尘莫及。在快餐文化当道的时代，刘家兄弟仍坚持古法慢烤。他们说，火候差1克钟，桂花香就入不了骨髓。这份执着让简单的烧鸡超越了食物层次，成了连接世代与乡愁的载体。当游子咬下那块浸透桂花香的鸡肉时，尝到的不只是40年的老手艺，更是半世纪前从山东漂洋过海，最终在南方眷村落脚的时代滋味。第1名，苏阿妈鸡蛋酥。这个世界上总有些味道能穿透岁月，苏阿妈鸡蛋酥就是这样的传奇。它在高雄街头飘香半世纪，早已成为老高雄人午后时光最温暖的陪伴。每天下午3点，鼓山区滨海一路96号那间不起眼的摊位前，总会排起怀旧的队伍。人们等待的不只是一块金黄酥脆的点心，更是50年来从未改变的记忆。你可别小看这块鸡蛋酥。当第2代老板中年出狱，身边亲友纷纷离去时，唯有母亲握着他的手，教他揉面团。从叛逆少年到帮派成员，他为年轻付出代价，但从监狱回到小吃摊，他在面粉与鸡蛋的交融中找回人生。
母亲的不离不弃化作掌心温度，让每道面团褶皱都藏着重生故事。现在这份幸福正在扩散，原本只有3平大的摊位，如今承载着2代人的坚持。儿子从母亲手中接过的岂止是祖传配方，更是将苦难熬成甜美的生命哲学。当油锅里泛起金黄泡泡，他看见的是母亲当年含泪示范的身影，每个翻面动作都是传承的延续。那些原本散落在市井的鸡蛋、面粉、砂糖，在苏阿妈的巧手下化作奇迹。没有米其林光环，不靠政府补助，就凭着50年的坚持，让简单食材变成高雄人共同的味觉记忆。就像真奶至于台湾，鸡蛋酥早已成为高雄的饮食地标。这块掌心大的点心，见证了迷途知返的温暖。当顾客咬下酥脆外皮时，尝到的不只是甜香，更是一个关于原谅与重生的故事。从帮派少年到摊前坚守的身影，他用半辈子终于明白，人生就像油锅里的鸡蛋酥，总要在翻转后才能成就完美金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。不知道今天介绍的台湾2025年10大美食推荐，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也可以点赞加订阅，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一样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